同样一锅白饭，我在家捏的饭团包着保鲜膜放1个晚上，隔天凑近一闻就酸了。便利商店那颗，很多人说放3天都不会坏，而答案不是你以为的防腐剂。我手上这颗是今天早上7点10分才从巷口便利商店的冷藏架上拿下来的，三角形，塑胶膜包得紧紧的，背面印着一排我一时看不太懂的成分，米粒白白的，摸起来也不粘手。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对饭团是有记忆的，以前市场口那摊，阿姨在摊子后面现包，糯米铺在湿布上，油条剪一段，肉松抓一把，菜脯撒一点，捏紧了塞给你，烫手。那颗东西你得马上吃，放到中午就不能要了。现在架上这颗长得比较体面，也比较冷淡，它没有人味，可是它比阿姨那颗撑得久太多。那我们今天就从这个怪问题开始问起，便利商店的饭团凭什么可以放3天？先把结论放在前面，这件事的答案跟大部分人猜的完全不一样，它不是防腐剂的功劳，防腐剂在这件事情上替人家背了20几年的黑锅。真正的答案是一整套从米粒的酸碱值、包装里的空气、工厂的门把手，一路管到货车车厢温度的工业设计。老实说，比加防腐剂聪明太多了。我们一层一层拆给你看。第一个反转来得比我想的还要快。我把饭团翻过来，仔细找标签上那行小字，上头印的到期时间是明天凌晨，不是3天，不是5天，是不到24个小时。台湾便利商店的饭团效期大概就落在24到48小时之间，中午到店的那一批通常标到当天深夜或隔天清晨。有超商店员在网络论坛上分享过，时间一到，收银系统自己会跳出提醒，该下架的一颗都跑不掉。所以放3天这件事从头到尾是我们自己脑补出来的。那问题就整个翻过来了，不是它为什么能放3天，而是在同样的24小时里，为什么我家那颗已经酸掉，这颗却连味道都没变？这才是真正值得问的问题。要回答它，我们得先认识白饭的敌人是谁。白饭的敌人有2个，第一个敌人叫仙人掌杆菌，正式的名字是蜡样芽孢杆菌。它为什么叫这么可爱的名字？因为它周身长满短短的鞭毛，在显微镜下看起来像一株小仙人掌。这位老兄跟米饭的缘分特别深，卫福部食药署的资料写得很清楚，它常见于土壤、蔬菜跟各种生鲜加工食品，食品中的带菌率可以高到2成甚至7成。过去在国内外闯过祸的案例，很多都是煮过的饭，放凉的炒饭。最麻烦的是它的求生本领，菌体本身不耐热，加热到80度，撑20分钟就会死。可是它会躲进一种叫芽孢的壳里，那个壳耐热，你煮饭那点温度杀不掉它。等饭放凉，温度降到它舒服的区间，芽孢就醒过来，开始繁殖，开始产生毒素。我们给它取个绰号吧，就叫它爱吃冷饭的房客。它不用你请，它自己就会住进来。第2个敌人更沉默，叫做水。刚煮好的白饭含水量高得惊人，摸起来黏，闻起来香，那都是水的功劳。可是对细菌来说，那也是最舒服的公寓。食品科学里有个指标叫水活性，讲白话就是食物里有多少水是细菌可以自由取用的。米饭的水活性偏高，等于门户大开。再加上温度，食药署讲的危险温度带是7度到60度，多数细菌在这个区间里繁殖的最快。而台湾的室内温度1年有大半时间就卡在这中间。现在你就懂我家餐桌上那2颗饭团是怎么回事了。高水分常温放1整夜，等于帮那位房客把冷气开好，被子铺好。还有一个细节，很多人拆开超商饭团时感觉过，却没细想，它不太粘手。你自己捏的饭团冷了以后表面会出水，摸起来又黏又湿，那层水膜就是细菌的游泳池。工厂这一关是刻意处理过的，从炊饭的加水量、冷却的速度到成型的力道，目标之一就是把米粒表面的自由水压下来。盐也在帮忙，饭团吃起来有一点咸，那不只是调味，盐会抓住水分，让水没那么容易被细菌拿去用。这是人类腌咸鱼、腌咸菜几千年来就在用的老招。
只是放到现代产线上，变成一个可以校准的数字。好，敌人认识了，接下来要处理的是那个背了很多年黑锅的东西。10几年来，网络上一直流传一个说法，超商便当跟饭团的防腐剂等于20包泡面。这句话传得非常广，我身边就有长辈背得滚瓜烂熟。然而事情没这么简单，因为这句话有个很尴尬的问题，泡面本身依规定就不能添加防腐剂，拿一个不能加防腐剂的东西当单位去换算另一个东西的防腐剂，这个算式从第一步就站不住脚。那饭团呢？台湾的食品添加物管理走的是表列制，食药署定了一份食品添加物使用范围及限量及规格标准，哪一类食品可以用哪一种添加物，上限多少，全部列在附表里。而这套制度最关键的一句话是，没有被列在表上的食品品项，不得使用该项添加物。米饭类的鲜食就在不得使用防腐剂的那一边，超商便当的白饭、御饭团的米饭依法不能加防腐剂。我们直接问一句，那为什么还是有人一口咬定里面有？因为便当里确实有东西含防腐剂，只是不在饭上。腌制类的配菜、萝卜干、豆干豆枣，还有调味用的酱油、辣椒酱，这些依规定是可以合法使用防腐剂的品项。有食安领域的专家在受访时就讲过同一个重点，这些配料跟酱料只占便当的一小部分，而且添加物跟保存的久根本不是同一回事。换句话说，你看到的那颗饭团之所以不坏，跟防腐剂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它靠的是别的本事。讲到这里，一定有人要问，那超市货架上那种常温的白饭、调理包里的米饭呢？那个连冰都不用冰，可以放半年，总该有防腐剂了吧？答案还是没有。那类产品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线，叫灭菌加密封。原料先杀菌，装进包装之后再做一次最终灭菌，让食物的里里外外几乎没有活着的微生物，再用完全密封的材质把新的菌源挡在外面。讲白一点，那就是米饭罐头。罐头之所以能放，不是因为里面有毒，是因为里面没有东西活着。可是这条路饭团走不了，你不可能把一颗包好海苔的三角饭团丢进高温高压的灭菌槽，出来的会是一坨糊。米饭的口感一碰上那种强度的杀菌就毁了。所以鲜食这条路从第一天就选了比较难走的那一边，不把细菌杀光，改成让细菌的日子过得非常难过。我们往下拆第一层，第一层是酸碱值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日本人做饭团、做寿司，米饭里都要拌醋？我们一直以为那是为了风味，事实上那是1000多年前就被摸索出来的保命技术。细菌也挑环境，前面那位爱吃冷饭的房客最喜欢的酸碱值大概在6到7之间，也就是接近中性。你把米饭的酸碱值往下拉一点，它就住得不舒服，繁殖速度整个慢下来。现代鲜食工厂做的就是把这个老智慧变成可以量化的参数，加一点醋酸，加一点柠檬酸钠之类的酸度调节剂，把米饭的环境往微酸推。食药署把这类东西归在调整酸碱值的用途，它们的正值是调风味、防变色、稳定品质，抑制细菌是附带的效果。所以你在标签上看到醋酸、氨基乙酸这些名字，会不会吓一跳？我们得说实话，这些名字看起来吓人，本质上都不是什么妖魔鬼怪。氨基乙酸就是甘氨酸，是氨基酸的一种，也是我们身上蛋白质的组成成分之一，在台湾是准许作为调味剂使用的。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制度变化，民国103年6月19日开始，食品里使用的添加物必须完整标示个别名称，不能再用功能名称笼统带过。也就是说，你今天能在包装上看到那一长串名字，不是因为现在的食品比较毒，而是因为法规逼厂商把话讲清楚。以前写调味剂3个字就结案，现在得一个一个写出来，名单变长其实是好事。哪知道现实又反转了一次，酸碱值这一招并不是主角，它顶多算前锋，真正把饭团保住的是后面那3层。第2层是工厂。先讲一段时间线，民国83年，也就是1994年，7-11在台湾推出了全台第一款18度C 的日式三角饭团，
当时很多人不买单，觉得冷冷的饭谁要吃？过了3年才正式用御饭团这个名字跟国人见面。那3年为什么这么难熬？因为台湾人本来就不吃冷饭，在我们的饮食习惯里，冷掉的饭是拿去炒的，不是拿来当一餐。你叫一个从小被念饭要趁热吃的人，花钱买一颗冰冰凉凉的饭，他会觉得你在坑他。转折点是口味，鲔鱼、沙拉、烤肉、鲑鱼，一个一个试出来，再加上上班族的早餐时间被压得越来越短，这颗冷饭才慢慢被接受。到今天，它是超商鲜食里最基本也最不能缺货的品项之一。到了1999年，7-Eleven 全台突破2000店。同一年3月，统一超商转投资，成立了鲜食工厂，就是后来的统一超时代。他们把日本最新的鲜食厂规格跟技术整套搬进来，开始盖18度 C 的鲜食厂。那个厂长什么样子？它比较接近半导体厂，不太像厨房。生产环境用捷径式的逻辑管理，室内保持正压，也就是里面的气压比外面高。这样一来，只要门一开，空气是往外吹的，外头的落尘跟微生物就不容易灌进来。员工进场的流程很啰嗦，更衣、风铃、洗手、消毒、滚筒、粘毛，一关一关过。饭煮好之后，不是摊在桌上放凉，而是进冷却设备快速降温，用最短的时间冲过那段7度到60度的危险温度带。这一步是整套系统里最关键也最常被忽略的一步。你在家煮饭，饭从90几度降到室温，可能要1-2个小时，等于在危险温度带里泡了一场温泉。工厂不给细菌这个机会，规模也很吓人。统一超时代目前在新北、台南、高雄跟花莲设有4个生产据点，平均一天的产能超过45万件，通过的是国际 ISO 22000食品安全系统认证，全程温控监测。45万件是什么概念？把整个花莲市的人口叫来，每个人分4件都还有剩。除了干净，还有一件事被管得很细，就是来源。统一超时代对外说明过，他们建有原物料溯源管理系统，米从哪里来，哪一批，哪一天进场，都要对得上。一旦哪一批原料出事，往回追要能追得到源头，往前挡要能挡得住还在路上的货。这一整套的成本最后都摊在那颗卖你40几块的三角形上。顺便回答一个大家都问过的问题，为什么一定要三角形？一半是文化，一半是工程。日本传统的握饭本来就常做成三角，好拿好咬，单手也能吃。而在工厂里，三角形还有2个很现实的好处：模具成型时受力比较平均，饭不会被压得太实；装进箱子时可以头尾交错排列，同样一个箱子塞得下更多颗，运费就省下来了。米的部分更龟毛，鲜食厂的炊饭是连续式的产线，洗米的水温、浸泡的时间、加水的比例，每一锅的重量全部是固定参数。因为含水量只要差一点点，冷掉之后的口感就整个不一样。还有一个关键是力道，饭要被捏成型，但不能被压死。压太紧，米粒之间的空隙不见了，冷了就硬得像砖头；压太松，你拆开包装的那一秒，它就散在你手上。中间那个刚刚好的力道，是机器一次一次试出来的。第3层是那个很怪的温度，18度 C。第一次听到这个数字的人都会愣一下，18度是什么温度？不冷不热，冰箱不是这个温度，室温也不是这个温度，为什么要特地弄一个这么尴尬的数字出来？可就在所有人以为冷藏一定最保险的时候，食品科学给了一个完全相反的答案。米饭最怕的温度不是热，是冷藏。煮饭的过程叫糊化，淀粉分子吸水膨胀散开，变得柔软好消化。可是一放凉，这些分子会慢慢排回整齐的队伍，氢键重新牵手，结晶度提高，水分被挤出去。这个过程叫老化，也叫回凝。关键来了，老化最快的温度区间就是0度到4度，也就是你家冰箱冷藏室的那一格。有日本的食品专家讲过，2到10度这个范围，淀粉分子排队排得最积极。这就是为什么便当放冰箱，隔天拿出来，那个饭会硬得像小石头，一粒一粒散开，怎么咬都不对。我们给冷藏室取个绰号，叫它淀粉的排队区。
你以为你在就饭，其实你是在帮它排队。所以工业界的选择就变成一场拔河，往下走，细菌被压住了，可是米饭变难吃；往上走，米饭好吃，可是那位房客开始开趴。18度C 就是这场拔河的平衡点，它已经明显低于细菌最爱的温度，又高过淀粉排队最积极的那一段，不是最安全的温度，也不是最好吃的温度，是综合起来最划算的温度。而且这个18度不是只有货架上的18度，台湾的鲜食思维几乎整套学自日本，从工厂、物流仓一直到配送车的车厢温度，全部控制在恒温状态，目的是减少温度的上下震荡，因为每一次忽冷忽热，品质就掉一截。一颗饭团从蒸好那一刻起，到你伸手拿它为止，它经历的温度曲线比很多人的作息还规律。你可能会说，可是店里那个放饭团的柜子摸起来根本不冰啊。对，本来就不该很冰，那不是冷藏柜，是18度的恒温柜。冷藏柜通常设在7度以下，用来放鲜奶、沙拉、冷藏面这些不怕变硬的东西。饭团、寿司、部分便当走的是18度这一层。2种柜子放在同一家店里，长得很像，管的却是完全不同的物理问题。下次你走进超商，可以留意一下，饭团跟鲜奶通常不会住在同一个柜子里，那不是随便摆的，那是温层。第4层是包装里面的空气。我们平常不会注意到空气，可是对食品来说，氧气就是麻烦制造者，它让油脂氧化，让颜色变黄，让需要氧气的微生物活得很好。所以食品工业想了一招，把包装里的空气换掉。做法是先抽气，再灌入氮气。氮气是惰性气体，无色、无臭、无味，本来就占了我们呼吸的空气70%以上。食品级氮气的纯度至少要达到 99%， 含氧量跟水分都压得很低。氮气一灌进去，氧气跟多余的水汽就被赶出来，油脂不容易氧化，需氧的微生物也长不起来。那你可能会问，灌气体要设备，要成本，厂商为什么愿意花这个钱？因为算过，氧化一旦开始，油耗味、变色、口感崩坏会同时发生，那是退货跟客诉。与其事后处理，不如一开始就把氧气赶出去，这笔账对业者来说划算得多。食品工业很多看起来多此一举的动作，背后几乎都有一张这样的算式。这一招在洋芋片、坚果、咖啡上用的最凶。你拆开一包饼干，觉得里面怎么半包都是空气，那不是厂商偷工，那袋气体是护具，也是保鲜剂。饭团跟手卷这类鲜食会依产品形态决定要不要做气条处理，有些是塑胶膜紧贴包覆，靠隔绝水汽跟接触来保护，有些外层再加一层主角材质，原理都是同一个，先想办法把氧气跟水汽赶走，剩下的事情就好办。然后我们就要讲那片海苔了。那片海苔是整颗饭团里最被低估的角色。你一定拆过，那个包装有3个角，2条拉条，第一次拆的人10个有9个会拆烂。日本有观光客为了拆这个东西上网求救，还有人专门拍教学影片。我们一直以为海苔跟饭中间隔一层膜是为了口感，这句话对，但只讲了一半。3起故事。1978年，日本的7-11开发出一套薄膜包装法，日文叫パリゴ、パリシュ。これ、以右贼的口话呢？他们用一层薄膜把海苔跟米饭完全隔开，要吃的时候才拉开，让海苔在入口的那一秒还是脆的。在那之前，便利商店卖的饭团是海苔直接包在饭上的，放几个小时，海苔吸饱了饭的水汽，变得又软又黏，像一张湿纸。这个问题卡了整个行业很久，薄膜一出来，情况整个翻过去，饭团从一个没人看好的品项变成便利商店的招牌。隔年1979年，他们又改良出降落伞式的双层包装，省掉撕开再包回去的麻烦。到了199年前后，才演化成我们现在最熟悉的中央剪裁式，中间拉一条，两边一抽，海苔自己就裹上去了。然而事情没这么简单，内层膜真正的价值藏在更后面，它同时是一道防水闸门。海苔本身干燥，水活性极低，米饭湿润，水活性高，这2个东西一贴在一起，
水分就会从高的往低的跑，这是物理，挡不住。海苔吸了水，不只是变软，它也从一个干燥不容易长菌的东西，变成一个潮湿可以长东西的东西。那层薄薄的膜同时做了3件事，保住海苔的脆度，保住米饭表面的水分不被抢走，让2种水活性完全不同的食材可以住在同一个包装里而互不干扰。一片塑胶膜解决了一个食品科学的难题，我觉得这是整颗饭团里最漂亮的一招。最后一层是路，东西做好了还要送到你手上，这一段是很多人完全没概念的地方。日本的鲜食供应链发展的最成熟，做到的是1日3配，一天送3次。一家鲜食厂大概供应200到300家店，而且物流中心直接盖在工厂里面，拣货、分货、出货一气呵成，中间不让商品在仓库里多待1分钟。台湾的业者这些年就是照着这条路在追。为什么要一天送3次？因为效期只有24小时上下，一天送1次，你早上7点买到的东西可能是昨天下午做的，剩下的时间不够卖。送3次，架上的东西才能永远是新的。规模有多大？依业界的统计，4大超商在台湾的总店数已经逼近14500家，7亿 Leven 全台据点超过8200家，全家4400多家，莱尔富1800家以上 ，OK 大约700家。台湾的超商密度是全球第2，只输南韩。我们换个方式想，每天都有数千辆恒温货车在这座岛上跑固定的路线，把几十万件效期只有1天的东西准时送到14000多个点。这件事每天发生，没有人觉得稀奇。而这条线上最辛苦的一环，其实在门市，有店员在网络上分享过工作内容，货到了要先看温度，对品项，确认效期，上架时旧的往前推，新的摆后面，也就是先进先出。到期前要一批一批下架，系统会提醒，数量也要回报。订货更是门学问，今天下多少，看天气，看隔天有没有活动，看附近工地开不开工，订多了晚上全部报废，订少了中午就空架。所以那颗躺在你眼前的饭团，除了工厂跟货车，还经过一个人的判断。7. Eleven 的鲜食营收2003年第一次突破100亿元，2012年200亿，2020年300亿，2023年400亿，2025年挑战500亿。这个数字背后是全台湾最大的一间餐厅，只是它没有招牌，也没有厨房在你眼前。讲到这里，听起来很完美，可就在所有人以为这套系统只有优点的时候，账单来了，代价是报废。环保单位统计过，各大超商跟量贩店每个月的剩食量超过500公吨，其中保存期限只有24小时的鲜食就占了8到9成。一年下来，被丢掉的食物价值超过70亿元。而且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5条的规定，超过有效期限的食品不能制造加工，不能贩卖，也不能当赠品。所以就算门市想把它送给附近的住户或食物银行也不行。这就是这套系统最诚实的一面。我们要的是随时走进去都有东西可以买，而且一定新鲜，那就得有人替这个要求付钱。你在架上看到的满满一排，跟深夜被推进报废箱的那一堆是同一件事的2面。然而事情没这么简单，这几年业者也真的动手改了。2019年5月，全家推出友善时光，用时控条码加上时间定价，商品在效期前7个小时结账刷条码的时候，系统自动判定打7折。这是国内零售业第一个这样做的。依业者后来公布的数字，推行之后平均单月可以少掉200多公吨的食物浪费。再往后的统计数字还更高。2020年4月22日7-Eleven 也跟进，推出 真实效期前8小时的指定鲜食贴标打折，初期在台北市800多家门市测试，适用商品大约60项，米食跟三角饭团都在里面。所以现在你晚上10点走进超商，看到那些贴着折扣标的饭团，那不是快坏掉了，那是这整套系统在跟时间谈判。那我们自己该怎么吃？第一，买回来就当它是熟食，不是罐头。它的抗菌能力来自低温、
包装跟微酸的环境。这3个条件只要破一个，时间就开始倒数。夏天放在机车踏板上骑40分钟，等于把它请进危险温度待泡澡。第二，冰过的饭团会硬，那是淀粉排队去了，不是坏掉。想救它，用微波炉加热，让淀粉重新吸水散开，口感会回来大半。但拆封加热要记得，包装材质不一定耐热。第三，过了效期就别勉强。仙人掌杆菌的毒素有一种是耐热的，就算你再加热一次，毒素也不见得消失。万一吃完之后出现呕吐、腹泻、肚子绞痛，别自己撑，早点去看医生。第四，如果你真的很在意添加物，翻过来看标签。现在法规要求个别标示，你看得到全部的名字，看不懂的字，上食药署的网站查得到用途跟限量，那是公开资料。最后补一件事，回到我家餐桌上，那2颗失败品，家里包饭团最容易出事的地方，其实是手上的细菌会直接被按进饭里，而且我们通常会等饭稍微凉一点才好捏，那个稍微凉刚好落在细菌住起来最舒服的区间。日本人做饭团为什么讲究用盐、用醋，隔着保鲜膜捏？不是龟毛，是几百年下来吃过亏换来的。所以你要在家包，记3件事：首先洗干净，尽量隔着保鲜膜或戴手套捏。包好之后尽快降温，别放在餐桌上过夜。做完这3招，你家的饭团不会变成超商等级，但至少不会隔一夜就酸掉。我们花了这么多篇幅猜它，其实只想讲一件事：饭团不坏，不是因为里面藏了什么坏东西，是因为有人在米饭的酸碱值上算过，在工厂的气压上算过，在18度这个尴尬的温度上算过，在那片海苔要不要碰到饭这件事上吵了几十年。好了，说回我手上这颗，包装已经拆开，中间那条拉条被我抽掉，两边一撕，海苔自己贴上来，发出很轻的一声脆响。米粒是白的、松的，一粒一粒分得开，没有结成一块。它从一台我没看过的机器里出来，在一间我进不去的无尘车间被捏成三角形，坐上一台恒温18度的货车，跑过一段我不知道的路，凌晨2、3点被放上那个货架，等到早上7点10分被我拿走，40几块，这是它标在架上的价格。可是把刚才那些一层一层叠回去看，1978年那层薄膜，1994年被嫌弃的第一批冷饭，18度这个炒出来的温度，正压的车间，一天跑3趟的货车，还有深夜那个报废箱，这颗三角形其实是几十年份的麻烦事，被折叠成一个可以单手拿着的形状，咬下去的时候海苔还是脆的，而那个脆是1978年就有人为它想过的事。